现在来到了万峰林景区，门票70，景区交通车50，一共120。东角行动车外，他们是专车，山上只能6个停车点停着拍照，拍完照沿车沿坐，记得怎么唱名3号车。万峰林景区的门票70块钱，60岁以上的是免费的。景区交通车50块钱，交通车走一个大环线，全长17公里，其中前8公里都在半山腰上。这8公里是景区交通车的专用道路，私家车不允许开。如果不坐景区的交通车，你就要徒步至少10多公里。这是第一个景点，将军峰，就是下面最高的那个山峰。停留5分钟，开往下一个景点。万峰林被称为中国最美的5个峰林之一，属于国家地质公园。现在来到了第2个观景点，众星捧月。现在还是有一点阴天，通透度不太好，不过下面绿油油、黄灿灿的田园还是挺美的。确实从高处往下看，景色不一样。现在开往第3个观景点，这个观景点叫锦绣田园。从这里看下去，小山村非常的美。其实上一个视频开车从那些房子里经过了，但是从上面望下去，这个村庄太美了。这下面的村子是上纳辉村。这条观光车道上是不允许飞无人机的。现在开往第4个观景点，这里叫做八卦田。可以清晰地看到下面一个八卦图的形状。这个景色只有从上往下看才能够领略到。我昨天还特意走到这个八卦田的区域，确实看不到什么端倪，但是从上面看景色就不一样了。这时候突然有一些阳光了，看看远处连绵起伏的万峰林，再看看下面这幅八卦图，还有那一片片白色的小村庄。
难怪这里被评为中国10大最美的小山村了。坐景交车游览万峰林，最好的时间还应该是上午，因为这时候是正光，尤其是有太阳的时候。如果是晴天的下午，在这里拍照，逆光非常的不好看。当然，如果在这里拍日落，就另当别论了。所以坐这个景区交通车其实是挺别扭的，因为游览一圈就1个半到2个小时，很难在一天的时间内既拍到正光又拍到日落。据说景区门口早上没人查票，所以如果想一天2次来这里，可以一大早趁没有上班的时候进来，因为最美的风景基本就在2-3公里的地方，徒步过来并不累。现在开往的是第5个观景点，这个观景点叫66大顺峰。看，就是远处这6座山峰。下面这个村庄就是夏纳辉村，看见下面那个大榕树了吧？我就是住在这个村子里的。看看，现在完全是晴天了。下面的田园明显变得明亮起来。据房东说，在这里观景，9月底是最好的季节，秋高气爽，还可以看到一些薄雾，宛如仙境。现在开往第6个观景点。这个观景点叫登高而悟，领悟的悟，就是左面这个高高的小山头。这个山头一共有99级台阶，登上去看一看。这时候天气也非常的给力。确实太美了。右面半山腰上的路就是景区交通车的专用道路，而下面这些村庄是不需要收费的，你可以从景区入口那边直接开车或走路进去。下面3个村庄都有民宿，像我住的这个民宿，老板都是可以免费的从景区入口那里接送。景区门口都有通往市区和其他景点的公交车。
很多人问我进景区徒步行李放在哪里了，因为我这2天没有带行李，所以只背了一个背包。行李让前几天一起自驾的朋友带回昆明了，因为反正我还要回昆明。这就是今天景区交通车的6个停车观景点，其实还有其他2-3个观景点，但现在因为维修关闭了。我特意看了一下，第6个观景点就是那个登高而悟99级台阶，离景区入口5公里。现在经过的这个拱门石桥有个检查站，这里会查票，而出了这个检查站，后面就是往村里开的道路了。后面的这些路程就不需要查票了。也就是说，后面这段路程都是景交车从村子里穿行，大约8公里。中途再没有观景点停车点了。不过因为住在村子里，和司机说我要停在大榕树那里，司机说是可以的。现在又回到了熟悉的村庄，坐在车里的人们可以慢慢的欣赏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和美丽的村庄。不过中途都不再停车了，所以如果你想慢慢的享受这个田园风光，还是选择在村里住一晚吧。这个景区交通车120块钱，时间大概1个半小时结束。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景区的120块钱花的值不值呢？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做一下的。毕竟从高处看到的风景是更加特别的，而且50块钱的景区车，17公里的路程。在这里，我让司机放下了我。一会儿，房东将带着我去附近的万峰湖。我对这个万峰湖还是挺感兴趣的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万峰湖的景色吧。